会是一个指标，因为傅昆萁其实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国内乱局的一个首恶所以我过去也曾经讲到这个为这个花莲除害，为国民党除害，为台湾除害除三害。千年暗示一灯即明据说点了6个柱子，4800盏的这个光明灯。不过我觉得，如果心中是诚心诚意的，其实光明灯1盏就够了。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收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陈同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清煌，五哥，大家好。今天6月6号，明天就6月7号。那6月7号是对于蓝营要罢庄吴呢，在送件来讲，就是明天了。OK， 好，那今天呢，赖以任已经直接说了，他们的联署已经达标了但重点是领衔人不见了，好吧？那当然他也说了，那对于这一点呢，还有尊重张克进最后的一个想法，当然要尊重，因为他就是领衔人，所以整个看起来的话，那数字一直不断，时间在往前走，而那个数字呢，看起来3席真的到最后是零吗？因为已经有6席。要罢民进党委员，虽然时间还没到，反正要不就时间过了没送，要不然就是提早说不送件了。再加上高雄，你说双霸节那个地方总部，待会儿大家也会聊到，那已经不知道是发生什么状况了一些了。那所有整体来看，对蓝营来讲的话，真的是雪上加霜嘛。创家，今天又6月6号，如果从以前的战史上来讲，大家看过电影嘛，6月6号断肠时，可是对国民党来讲的话，真的是面临到这么难看的局面吗？历史上的今天，6月6号断肠时是讲5年前，就是在今天，台湾第一个最高位阶的直辖市长被罢免，韩国瑜就是6月6号，刚好在满5周年的时候。然后5周年的时候呢，不过呢，我看国民党呢是没有心情去有缅怀纪念，为什么？因为他们担心的是明天过后，明天过后呢，6月7号。你们到底要2阶送件，要怎么送？要怎么送呢？那现在当然了，因为这2席是国民党最在乎的2席了。目前国民党虽然俊宪委员是在南部，也被说到那样，不过那个因为地检南检已经包括起诉了一些所有这些的状况，这2席看起来明天等一下就看小平怎么讲这块。所以明天过后，国民党送得出来吗？对不对？最近国民党都在经典老戏，你知道吗？你是不是那个？傅昆萁在末日狂发，一直在发扇子，对不对？不是发扇子，是花钱。好，也是花钱的末日狂花，对不对？然后我就每次看到傅昆萁，我就想到说当年我去台南迎娶我太太的时候，那个台湾的迎娶习俗，最后新娘是要把扇子丢掉的。所以傅昆萁这个到底是好兆头还不是好兆头？一个扇子是最后新娘要丢出去的，要丢掉很多以前的坏习惯。那所以花莲人会不会就奉傅昆萁的指示丢掉很多坏习惯？然后再过来6月6号断肠时，明天过后呢？今天呢？那个赖以任大概又觉得心心安了一点，因为早上是说林杏儿又送了2000多份联署书。他们说他们现在罢吴思瑶总数是过了。总数可以达到联署的2阶段的门槛了，但是谁送呢？对啊，谁送呢？昨天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必须赖以任要出示领衔人张克进的国民身份证，就是张克进如果不出现，你要把张克国民身份证，还有合法的授权的委托书，那看起来你有办法吗？所以明天这个国民党看起来是没有办法了，然后再过来呢，那个小平虽然送了1000多份，可是那个吴佩益那边对不对？看起来目前李孝亮那边好像也没说明天要送件，对，所以看起来也没办法，所以明天过后，国民党根本完全的是挨着打，完全的就是被打，对，只有31席要面临被罢，你完全没有进攻能耐，完全是守势。完全是挨着打，然后挨着打之下，国民党怎么去面对这个局面？而且呢，不但有外患，而且还有内忧。这个外患是什么？那在花莲是指标性的人物嘛，所以你会看到的是，民进党党中央都要去点光明灯了，对不对？都要去花莲点光明灯了。秘书长，林右昌今天
好像是今天他就要到那个花莲，然后挑傅昆萁不是点光明灯的那个庙去，对，这摆明了非常非常的刻意啦，对啦，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知道，每一年元旦的时候，第一道阳光都是在花莲，所以他们现在不是围光花莲了，要阳光普照。那这个花莲的象征意义已经非常的强大了。然后傅昆萁就变成是首当其冲，但是首当其冲会拖着国民党怎么办呢？然后再过来呢，那我们也看到高雄那边有内乱，然后呢，新北那2个也已经放弃了嘛，然后嘉义今天有2个人被声押嘛，然后整个台北市呢，这些寄希望于青年军，可是青年军都公开在直播节目里面亲密的喊话国昌歌，你看国民党。明天过后是不用讨论国民党还能剩什么了。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国民党来讲的话，现在到底在未来面对到大罢免，应该用什么样一些心情跟战略？因为你势必要去面对到这样一些事情。来，小平，我们就直接这样讲哈。那最看重的就是这2席，双武，一个是吴思瑶，一个是吴沛忆，都在明天要送件。然后虽然赖以任今天发表一个说达标了，但是达不达标，因为你如果根本送不出去，或是你就算送到中选会，大家都知道他也不会收啦，他也不会点啦。那但是对你们来说，除了这一席，再来就是吴沛忆这。对。然后在前几天，赖以任公布的这个，没事把这些罢摇总部本部6400，分部2000多，热血草2000多，国民党中央0，市党部214，汪志斌2500，林契儿2900。刚讲林契儿又送了2000多份。张思刚本来说3000多，因为6月3号思刚正式交了4000多，然后陈崇文600多，侯汉迪100多，侯汉迪也喊冤，不是我来帮忙，而且中间有多少只是说那经过我就是说送到你们那边去，由你们大家收，结果我来帮忙，你说我只收100多，你的1000多也被他拿出来讲，因为你在节目也讲过，现在是要一个门一个门去按，一个楼梯一个楼梯爬，爬完还要被人家考直接说。以小平的能耐只有1000多吗？小平心里会不舒服吧？很不舒服，很多名嘴他妈胡说八道。你知道为什么名嘴有些人胡说八道？就好像那个突发奇想，我们一位名嘴说啊，钟小平上次连这么厉害，这次不厉害，他是用抄的。我是不想提告，算了啦，当个朋友。今天提不提告是一件事，幼稚嘛！你1张都没连署过，你凭什么可以批评连几万张的人？你是什么东西嘛？我讲的很重的话，再拉回来。来，我讲一个，在你节目讲一些私房菜的话。好，来，请问你最有资格讲。对，因为我最了解过程。请问你赖以任3天前有没有去影印？27000份有没有？有。没有的话就没有达标。因为一定要3天前全部影印好，因为光影印，我们以前影印到影印机都烧掉，还找另外一家那种专门印刷厂那种大影印机不会发热的。我就讲一些很，你是质疑他根本没有印，我没有质疑他，如果没有印的话就没有达标。戴其清的角色出来了，你今天讲盘点中央党中央多少，市主委多少，有没有？对，议员多少？然后你今天不是你什么总部分部。你为什么要拿热血槽的2800份拿给我看看呢？你是用这个莫须有的这个人来打击国民党，民众党比国民党棒嘛？这第一件事。然后3个议员他没用，那一个还比不上个热血小草。第二，请戴主委一定要做一件事，行使台北市主委的这个他的职责。今天你要送出去，每个人多少份，然后请戴主委检查。那今天如果送的话，没有问题每个人几份，你几份，议员几份。以正视听。如果你不送的话，请还给我们，而且影印本要销毁。当然，这个讲得很清楚，万华亦复如此。所以今天不是你们讲嘛，我们支持你。今天所有的一路走来，请问你，我们青年军有没有被骂？几乎没有。只有法律传他或干嘛？请问谁造成今天这个国民党全盘皆输的责任？我们包含我们。不让我们联署，挡我们的，我们都觉得我们缴了1000多份都愧疚，我们是爱党，是这种心情。你早在我今天早就连成了，好不好？因为以前很好连啦，官司4月14号之后就不好弄，尤其黄旅被收押之后，以前我们摆一个点青年公园摆一天200多份，你知道我们摆一天几份？2份，差100倍。所以我们才去差100倍，所以我们才当然最好连的都直接送给李孝亮了送给赖以任。请问不是送给你，是国民党黄旅找你当负责这个事。先我们把这个道理搞清楚。谁是送给国民党了？送给国民党的代表，不是交给你。
你们两个 nobody 嘛。第二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干嘛？就是里长区党部也很用力，士林、北投、中正华区党部求爷爷告奶奶叫那些里长也交到李逍遥那边去。这是第二，我找了个次序哦，最好连哦，到那个数目哦，自动交去最多嘛，里长系统交去嘛，然后摆摊嘛，最后才剩下最后要我们在石头里面长出水稻，戈壁长水稻，我们因为该交的1万份都交了啦，不要后面根本很难弄，因为我们都起诉以后才处理这个事，好，再拉回来，我要替朱立伦要不要负责任？要，我叫每一个国民党都受害，可是朱立伦。100多人的此时此刻的主席朱立伦被赖一亮玩成这样子，对国民党好吗？小朋友有规矩吗？我讲了很重的话，不，你这样，你是国民党党员吗？你要这样玩主席？他跟你讲说他是国民党党员，除非国民党开除他，要不然的话，那他不会心有二意或者什么。现在一定要保住国民党所有立委最重要。没有重中之重，只有唯一之重。那昨天我也看您的节目嘛，很多来宾分析的也很高明，特别秦慧珠讲了一段。请问，小玉也讲了，请问这个31-0之后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第3阶段国民党被罢，而国民党的支持者比较不爱投票，会吧？因为士气涣散，是要重拾士气，每一个人为了要出风头，为了要这个上新闻，对不对？蹭声量，每一个声量。都是吸国民党的血，国民党被你搞倒嘞！请问你们两个何德何能，凭什么当这个领衔人？谁叫你当的？那当了以后，然后怎么会弄成没有连成嘛？就是没有连成嘛。我跟你讲，我再讲一个小故事。3年以前，不是2组，那时候朱立伦的决策是叫做分进合击，就是郑克爽他们不是搞了一组嘛，叫亲临散场，记得哈？那我们后发先至。我知道他们连不成嘛，那后来他们第2届就放弃了。好，那2届放弃以后，他们把所有的单子也都，反正不交到那边，交到别人那边，反正都不团结了，就输了。可至少2届连成了。那这一次呢，国民党是团结的，但形势是坏的，因为出了官司，没有人敢连。最难是没有人敢动，真的联署怕坐牢。这个我们要形势啊，这次真的比以前难连10倍以上。好啊，昨天我看你的节目也讲到陆浩东啊，陆浩东是不是？有人提陆浩东，所以我只能把陆浩东的故事讲一下。他提一下，我也提一下嘛。那陆浩东是不是制作国旗的召集人？国旗他创的嘛。好，那陆浩东为什么被抓起来枪毙？所以抢那个名单嘛，你怕他为了同仁会被抓走株连这个同党，所以他牺牲生命嘛。然后他那个时候名册是真的，因为那些我们那些革命志士年轻人抢下来。那现在为什么坐牢要起诉啊羁押？因为名册很多是假的。那为什么要作假？为什么要便宜行事？你们是作假的名单？陆浩东是真的名册，制作国旗也叫制作国旗召集人，你们是联署召集人，天差地远嘛？怎么会2个连在一起？我就看电视，我的逻辑就不太清楚，当时怎么会这样比？怎么会这样子？而且很恶毒，表面上都很好。请问你啦？我是不是印了1万份，给了5000块给我们区党部主委？他找人去我们一个里长在做印刷的。你历史哥在中天节目特别开个单元半小时骂我说我怎样？他跟李孝良一起出来，说我污了李孝良1万张空白联署，就是那个联署单。为什么要讲这个污蔑我的话呢？我1张都没有拿。我污了李孝良1万张空白联署，就是那个联署单。为什么要讲这个污蔑我的话呢？我1张都没有拿，你怎么说1万张？我钱付给区党部，你们说我污你的钱，不，党内都可以搞成这样，我觉得很夸张。我也不会提告，他是小人物，我管他们什么历史哥、什么地理哥，我不会跟他计较。可是他们坏到这个情况还要这样斗，不，这个党怎么了啦？你把主理弄死弄臭，党会比较好吗？他当然要负一定的责任。可是主席被这样被小鬼这样打耳光，这个党叫内政部解散就好啦。我这边必须替党跟朱立伦讲一些话，都已经完全为了声量完全没有规矩了，你知道吗？你们党里面怎么会变成这样？小平，你们党里面针对这些事情一点能够反应的方式都没有。没有一个大人讲话。对啊，为什么？没有一个大人，我不晓得，这党散了吗？没有一个大那考绩嘞？
这个总要讨论一下吧。我不一定要考进你，可以这样子从议员到任何的党员，从的党员，然后可以上特定的媒体，那党内内斗，然后有人要选那个立委，那主席快下来了，那要把它弄成那样，这个党怎么啦？我们身为党员，我们无所适从拜托有个大人出来把解决这些纷乱、这些乱象，好不好？那最后我要再讲一次，每个人交什么多少份数，那总共多少份数，这个各自保密什么都要处理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戴其清主委要去2个地方去送的话，一定要跟戴其清去送，因为党派你去的嘛。黄旅街，他接黄旅的位置，拿每一张每一个份数，真正多少份，请搞清楚。小平，那讲一个最直接的，明天就要送嘛？对，你自己评估，中正万华这一区过得了吗？1万多份吧。1万多份怎么过？对嘛，就要2万，要2万，对啊，4000份，那怎么过？赖以任如果这个份数真的超过2万7，我们要谢谢他。可是请点一下有没有2万7？就是你不管你的商客金是不会回头的嘛，是吗？那不会回头，你就不能打哑谜啊，变成你说多少就多少。我觉得要盘点一下。OK， 那所以如果这样看，上欧，来，这要回头看。小平刚才一直在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党里面没有大人了吗？大家都没有办法针对这些事情能够认令，最后党被好了，被不管你说照小平刚刚的讲蹂躏，好不好？好，被蹂躏。蹂躏2个字最贴切，我觉得蹂躏。最后他用到蹂躏，一个100年大党怎么会面临到这个样子？那对了，很现实的。小平刚刚讲说，如果数字真的是1万多，那明天中正万华就不要想了嘛，那不可能嘛。那如果赖以任为什么要挑今天出来跟你讲我达标了？可是达标，小平刚讲一直说那没关系，那代主委就有代理金嘛，代理主委看一下，要还给每一个人。因为这些委员，尤其是我还是要讲，尤其对张思刚来讲，他都已经帮到，都已经地检署传唤了，然后你现在把这些东西弄出来，你想想看，对这些人来讲情何以堪？相信大家过程能帮忙也会想帮忙啊。第一个有没有大人哦？有啊，之前不是有大人说还蛮敏感的，大人要不要为更大的人扛？有啊，有大人啊，有大人啊，没有，基本上现在已经没办法去对抗嘛。你今天整个党要对抗赖以任一个人嘛？啊，赖以任现在已经变成拉到跟国民党，但最简单嘛，我讲一句白一点的话，公布那个份数干嘛？公布那个份数是要给谁难看？不就给议员国民党难看吗？国民党中央0，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国民党中央0不是4党部在负责吗？对啊，你故意要把国民党中央0给写出来呢？那不就是要给你中央难看嘛？如果理论上4党部在负责怎么样？你中央党部写那个0就很奇怪嘛。这第一个嘛。第二个写4党部，4党部人都在里面了。一堆人交保，现在连动都不敢动嘛，绑手绑脚啊！你又特别凸显什么4党部1万份，答承诺的没有出来，17号被声压，然后后面陆陆续续都进去了，你不然就是区党部什么被交保，你现在要叫他们干什么？你觉得很刻意吗？而且什么还有什么小草热血草什么热血草2000多份。真的有这个人吗？我只能说一句话，那是赖以任做的表格。那是赖以任做的表格，10个人凑成1个也可以，1个人有这么多份也可以，到底真的假的不知道。那是很刻意拿出来的。这就是小平刚刚讲说，那没关系，就请那个戴其清代理主委，就把它点一下。看一下黄旅如果没有收押，他黄旅找他出来连嘛，那他会不会先交给黄旅商量会嘛？那请尊重，他是代主委，是代理主委，就是职务跟黄旅是一样的，好不好？对啊，做一样的事，所以你看嘛，抗告不，他那个行政诉讼被驳回嘛，被驳回嘛，领衔人找不到嘛，我现在跟你说达标嘛，但是没人送啊，没人送啊。因为就算你随便找一个联署人去送，市选委会不受理啊，不受理嘛，不是连收都不收，连不可能查对嘛，不受理。是啊，所以他现在说达标不达标有意义吗？真的达标了吗？不知道，反正不会受理嘛。所以现在喊有什么差别？也不会管份数，送不出去嘛，也不会管份数哦。但我送不出去嘛。那如果这样，但上哥你讲，所以我讲达标就好了。明天他会被送，你觉得？
明天他会不会送？他今天已经跟你讲我达标了，会，然后跟你觉得他送去会送？被他说我不受理，然后是你们不受理，就要这个场景，好不好？我很努力达标啦，是因为领衔人跑了不受理啊，然后不受理的话，里面到底他不受理不用经过查对呀，我就告诉你，我有3万份，反正也没人查对啊，不是吗？所以现在要是我的话，我也一定跟你说我达标啦，但我送不出去而已啊。然后就上直播节目，再继续骂国民党，没办法查对啊，就骂民进党，没办法查对啊，骂赖清德，好，我没办法查对啊。那要是我也会大声的喊啊，反正无所谓啊，没有人可以查对啊，反正不受理嘛。到最后你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我就来一个公开仪式把它销毁，你也查不出来啊，不是吗？那我当然可以喊得很大声啊，是，对。然后当初不是也是同意书，我达标了，我怎么样，然后一直摆在那边不送啊，一直摆在那边不送，有人跟你说你要送啊。怎么样？为什么里面会有人说送了也不会过？奇怪，你不是达标了，为什么送了不会过？里面有赖的对话内容都有写到这几段啊，那就很奇怪了。那到底你们说的分数达标，到底是真的还假的？里面问题因为没有查对单位不能出来，会被看破。我有查对单位了嘛？最起码同意书那一段送进去以后。是被退回来了，对啊，因为有700份，那根本不在那个当初第一阶段联署，反正就是要换领衔人的同意书，后来是被打枪了。那行政法院就告诉你啊，你写的单位不对，受理单位不对嘛，那像我告诉你，受理单位不对，是因为你写的受理单位不对，那你如果要不要我只问嘛，你要不要再提行政诉讼？要不要再提一次，把受理单位写对？你要不要再送一次？你要不要再送一次行政诉讼呢？那个暂停处分，你到底要不要送？如果高等法院跟你说我驳回的理由，你的受理单位写错了，不是中选会，应该是台北市选委会，那你修正一下，是不是可以再打行政诉讼？高院要不要再受理一次，再来审？你单位写对了嘛？对不对？那现在我就看你要不要送啊？你这边送，我一定要送出去说。他不受理，我行政诉讼走下去，你连送都不送，你就不用打行政诉讼了。因为我根本分数不够，我根本不送的时候，你打这个行政诉讼是什么意思？你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这么念之在之者，而你也全部都已经达标，有这么多，那只是因为我们的法律术语叫当事人适格啦，就是你那个被告机关根本不对，那没关系，赶快再送一次，因为很急嘛。那用最急件再送一次，我把机关改一下可以吧？那表示我就是希望能过啊！你不会说联署人你全部都不认识吧？那边的联署人有陈志涵、徐府吧？你应该都认识吧？对你知道联署人你是不是我照联署人去打诉讼可以了吧？不是没有方法啊。那问题是你动作做一半而已。你后面要不要继续做下去？是证明你是不是真的这个罢免案，你就是要推下去。OK， 那答案不是嘛？答案根本不是这样子嘛。如果你真的要推下去，而且最白的一句话嘛，我看来看去，现在就是为了不会过，大家要把责任归属，该推的就推嘛。党中央为什么就5月29号那一篇跑出来说什么？黄国梁离开了，什么某主任被彪骂啦，什么一大堆了。那一篇跑出来，我也很敢100%肯定啊，党中央放的啦，党中央放的嘛。你党中央放这个东西，为什么？先把责任厘清，先推嘛。然后推完了，张克进的原始声明推回来。对。然后现阶段过不过，我就把那个表格做一份表格说出来，然后到最后你就看嘛，那些议员联署就这么一份嘛，然后怎么样嘛，党中央4党部没有交嘛，扣打都没到，你扣打都没到啊，你怎么样，还是我个人的努力才让他达标的。在做什么？在做这个事嘛。然后积极的赞扬民众党的小草有多厉害，然后反射我们的议员有多没用。
你不要这样比了。你不是他们区的，他们那一区了。国民党的部分议员有多没用？这样可以了吧？可以。那这样不就是又在干什么？因为推责任成就自己啊。现在在做的就这个事嘛。然后反正他有2个暗号嘛，赖宜有2个暗号嘛，好，一个是跟张世刚同暗号一个是跟李孝亮他们同暗号反正两边都问了嘛，两边都有笔录嘛，那就等着看笔录出来嘛。我就说国民党中央一定受伤了，被这几个本来搞一霸反霸搞不成就受伤了，又被这几个年轻人搞死了。议员呢也受伤了，反正那个名单通出来，议员你们只交这么多份也受伤了，对不对？然后起诉书出来，大概又有一批人要受伤了，我就觉得蛮好的，全死。那我想俊仁你自己看，就为什么一个政党在面对这么重要的事，结果最后为什么会搞成是这个样？因为好了，讲明白一点，刚才上空讲就还吓我一跳，就是国民党跟赖以任，怎么会把这2个摆在一个位阶上？难道国民党全党对要去面对赖以任？怎么会这样？小平，你们能想象3个月以前、4个月以前，赖以任、李孝亮，谁认的？我认的。你认的？我跟他吃过饭。在不分歧那边，我跟他吃过饭。他以前是助理，我承认，以前他是助理吃过饭，对，要不然没有人知道啊。那现在为什么会搞成是这样？民党异地而处，民党如果面对这样的状况，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吗？这个台北真的是不愧是政治中心你看随便2个什么李孝亮啦、赖以任，就弄得江湖风云变色，比我们台南那个什么3块2块好看多了。弄得江湖风云变色，比我们台南那个什么3块2块好看多了。有在意哦，那个起诉书出来，故事就结束了嘛。不要说2、3个月前了，其实就算你2个礼拜前，对，那赖以亮3个名字都不一定叫。你还讲错赖以任，赖以任、李孝亮，你看，赖以任我讲对了，因为他现在是全国妇孺皆知的人物，他短短几天，他已经成为一个风云人物。我觉得一切的罪恶是来自于我算过双北啦，台北跟新北，在明年议员大概空出10席最少，有10席以上议员缺了，有的是国民党的，有的是议员变成立委，有的是议员不能选，对，10几个。甚至你不要忽略，有些立委还可能回来变议员了。不要讲的不吉利的话。小平不是你那一区的，你放心。所以我说10席嘛，因为大概有5席会回来在立委变议员，那不管如何，所以这些新人都有机会，那政党栽培年轻人准备接棒，这正常，应该，那舞台战场来了，罢免，就交给你们，但这个年轻人为什么办不好？因为国民党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他跟公民社会是断了线，你叫这些年轻人去找，如果去发动一个罢免，如果去把它联署出来，都不可能嘛，所以他们只好用国民党的传统。祖宗家法的抄袭嘛，抄名册作弊嘛。可是你说以前没有办，可是这次不一样嘛。你是否真办下去？那当然每一个地方通通出了问题嘛。所以你看这个剧情多好看啊！一个领衔人因为妈妈死了被伪造签名2次，那跑去躲起来。所以一个召集人赖以任嘛，就不断的擒勒他然后赖以任又可以骂自己的党主席，什么都不帮嘛，然后他的党主席又骂说，大家都没错，是民进党的错，那么领衔人3个人改3人改一个，后来发现3个人改一个是另外一个政党的黄主席搞的，黄国昌弄的，然后这个赖以任又来拜托这位黄主席去帮他站台，去帮他来冲联署，这到底是演啥？哇，这个真的是太精彩了，一般人真的看不懂然后呢，昨天好像又告错单位，跑去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要告说中选会要接受他们罢摇
把吴思瑶的那些联署书，后来当然被退回嘛，因为负责的是台北市选委会，这个国民党中央怎么会让他们去做这种蠢事呢？不是国民党中央不是让他们做，是国民党中央已经没办法管他们怎么做，修正一下，管不住了，对。所以有人讲的非常好，国民党以前戒严嘛，在台湾实施白色恐怖，现在给我们看白痴恐怖，你看那个傻个笨成这样，拱这个也，这真的是太恐怖了，每天都会有让你难以想象的愚蠢行为。其实啊，党中央不必搞什么啦，你要怎么协助这些人？像我们因为都有我也面对被罢免，那也有一些造假、作弊、舞弊嘛，哈。那党中央成立一个律师团来帮助我们，大家应该有看到新闻。那有问题就这些律师可以义务请教，那一任也是啊，你要提告，你总要有律师陪你去吧，然后他妹妹啊，或者除非他是故意要被退回，你有没有联署书？我不知道。刚刚你们不是质疑他有没有联署书吗？不是质疑有联署书有没有达标？那请主委去检查一下。对，我觉得这个合理吧？我觉得要求嘛，对啊。所以你如果被退回，就不用检查。就不用检查了。冤有头债有主，反正你要这样弄嘛，什么热血小草的出来，我才讲这个话。他已经检查每一个议员多少，那时候不管送不送，对，那你弄多少？你弄多少，大部分都是自动送过去的嘛。等下人家回你一句话，你们也没送多少，凭什么检查？谁？赖一任啊！你们又没送多少，凭什么来检查？你今天有任何的每一张我们去连的或老百姓自动送过去的党员，每一张都是托付，都是法律责任。我这样讲够清楚了。不是因为你国民党在犯了一个真正大错是什么？就是明天过后31个人怎么保卫嘛？连一个赖以任。共产党、毛泽东都搞不掉的国民党，赖以任都搞掉了，你们还要继续去纠缠于赖以任？你国民党被看不起，我跟你讲，3阶段你们根本不会有人投票。对，这我同意国民党，因为我担心的没有领导中心。我是认为说，因为你没有领衔人，所以选委会就不能受理。对啊，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检查验证到底有多少份，里面还有没有继续造假，你就没有验证。所以这样子的话，后面的解释权又在赖以任身上。对不对？他可以说，其实我是送50万份去啊，你顾得吧？50万份，他一定给我收啊，好，一个公博领先人啊，所以我这50万份就拿回来啊。他也可以把那些拿回来，说因为一时气愤，去淡水河边把它烧了，没有人知道。没有，他一定要，因为没有过，那现在大家很在乎各资销毁，所以他一定要销毁，而且一定会公开销毁。我跟你讲嘛，淡水河边你就放个把火烧了，对不对？不行，要用那个水毁式。以前公民团体是真的录影哦，录影把它烧掉，是啊，好，然后律师验证嘛。不过我可以恭喜啦，赖以任这个选议员绝对当选。然后他为了国民党万箭穿心。所以小平不要小看国民党也为了他万箭穿心。小平背后中箭什么？小平万箭穿心。你不要小看他们在乱搞，他们现在超高知名度。有些国民党现任的市议员，搞不好我们都还不认识。但现在赖以任即将要参选，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我是认为赖以任这个选议员，因为在台北市，这保证当选啦。OK。可是现在看起来，都好，就是大家讲说，大家看了这么多，当然你说这次所谓的大罢免，在国内是第一招啦，这个是。可是就算是第一招，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零星个别的罢免，就像创家一开始讲，今天是韩国瑜前市长，他那时候是市长，罢免5年了，5周年。对，那总是有过这样一些经验。结果搞到现在这样，好，我们刚才大家主要讲说赖以任那是士林北投，那吴思瑶那一区，那小平在这刚刚为什么要直接请教小平？觉得中正万华这一区，如果真的1万多份的话，你说要2万多份，那份数真的不够嘛？可是这又是国民党重中之重的2区。平心而论，这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在讨论，就是国民党真的从头到尾有认真要去罢人，或是说大家光里面自己都斗不完了，还有余力出去要罢别人吗？国民党刚开始是朱立伦他们是真的想要用以罢制罢了，这个我不怀疑啊，因为以罢制罢是恐怖平衡嘛。但是国民党就偷懒，或者讲以前抄习惯了，所以就按照以前的事情方法继续啊。如果国民党今天是很认真的联署，有这些事情好讲嘛。他不打紧，然后你看到后面你看到什么内乱？
而且是台北这2区内乱给大家看啊。我觉得不管是国民党也好，或者是李孝荣、赖以任也好，都把大家当白痴啊。就你联署成这个样子，尤其是赖以任，摆明了就是吃定了，你送件不会被受理嘛，你根本不可能检验2阶送件的东西是真是假嘛。大家都知道啊，在演戏啊。那后面呢？后面就结束了。后面就结束了。那国民党从一开始当然想反制嘛，可是你反制的很无脑嘛。你像一开始的时候，跟单一夫我们那时候自己在聊，最危险的还不见得把吴佩仪他们放进来，是2席原住民。那朱立伦要放。原住民，你让吴丽华跟陈莹2个怎么去宣传反罢免？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一个全国那是全国所有的选区你想想看那个难度有多高？国民党所有的原住民的得票数加起来是远远超过民进党的票真的动员起来2倍，民进党怎么守？怎么救这2个？可是国民党做了什么事情？记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卢宪一3月的时候，在那个直播间里面怎么讲的？过年了，要去叫人家抄很不好意思。3月，就3月讲的不会是假话嘛？那国民党到底怎么想的？就是你知道，国民党的领导人朱立伦做了一个决定之后，后面衍生今天一连串的灾难啊。朱立伦呢？朱立伦在干什么？朱立伦除了把责任推给民进党以外，什么都不会啊。嘉义今天党部又出事啦，然后第一个时间怀疑谁？而且党部出事被收押进监的是王玉敏的办公室的人，在嘉义县的王玉敏知不知道啊？王玉敏是立委卢宪一的助理，公费助理哦，当领衔人被收押进监，卢宪一知不知道啊？国民党事情还没结束谢龙介跟他副主委的赖被删掉，谢龙介到底知道什么？你不怀疑吗？最基本的是照规矩来啊！如果今天照规矩来，有这些问题吗？为什么我搞不懂啊？国民党为什么不照规矩来？要罢免立委这件事情不是临时跑出来的耶。我觉得不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照规矩来，我们今天就不用讨论这个问题了。好，那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讨论？要讨论，因为跟你讲，领导人很重要。不是，你不能这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你总要讨论前面，才知道以后各政党每个人大家怎么做嘛。下一次如果还有大罢免，大概大家都不敢了。国民党讲要反制，但是抢成的是这个，不是反制啊，是私心啊，就是私心嘛。如果今天国民党的党主席不是朱立伦换一个人，搞不好不一样。对，我们在节目其实很早以前就讲过，虽然现在讲这也是国民党如果真的要认真以霸制霸，刚才讲到原民那2席，其实对陈莹跟吴丽华很难守，根本很难嘛，对不对？根本太难守，我讲比吴佩仪的万华还难守。是嘛？结果最早那宣布不过的，就是陈莹跟吴丽华在端午那个时候，然后昨天端午那个时候，新北的几个也宣布了。那时候不是讲说，如果要讲的话，那2席对民进党来讲大概会很头痛。双北，讲双吴这2席好了。如果最简单的对，如果要是钟振华叫小平负责去连，然后在罢吴思瑶那一区，我们就直接讲，因为张世刚当初是有连那个罢吴思瑶的经验过的。我不太相信这2席应该，如果这样，最起码过2阶，进3阶应该可以吧？一定有投票的机会，一定有投票的机会，一定有。这个就是大家完全没办法理解。前面讲嘛，我确实要恐怖平衡，我要民进党不介入罢免国民党的公民团体。我如果今年在1月或者去年12月我就开始摆摊，在士林、在天母，民进党是不是要想很多？当然。民进党内部难道没有评估过吴佩仪跟吴思瑶
在台北市的状况吗？这时候民进党怎么办？那时候到时候整个讨论的焦点会变成民进党怎么办？可是这几个月来，我们全部在讨论国民党。我想赖以任因为这些讲太多，我想我为什么在讲朱立伦？他活生生示范给你看，就是说因为他是第一大在野党，所有的政治决策不会是许以真这些人。他只是朱立伦的干部。一定那个拥有决策权的头，一定是朱立伦嘛。他只是朱立伦的干部。一定那个拥有决策权的头，一定是朱立伦嘛。你说黄李锦如，他可以决定吗？他是执行者。他是朱立伦要去问他说，如果台北我要罢免，你的评估是怎么样？评估完做完决定之后，台北市党部才是执行单位，才去找人嘛。可是你看到国民党为什么搞成这个悲剧？就是从脑袋出问题嘛，怎么可能搞成这个样子呢？然后如果国民党再厉害一点，一开始怎么做？在选办法修正案通过之后，我就直接示范我用身份证影本连署给大家看，证明什么？大罢免你没有道理，因为我修了选办法，我照着做，而且我做到了，都是用身份证影本。这样子做法，今天钟小平或者其他的国民党市议员上节目的时候多好辩护。我们修的法我负责，国民党有负责吗？国民党有负责吗？国民党为了这些党工有出来，有跟这个社会道歉一下吗？没有。今天国民党笑话在哪里？不是赖以任这些闹剧。有一次我跟黄庆平同台，桃园的市议员要帮台北市道歉。这是什么？我跟你讲，如果国民党要一直当在野党，我就没意见。在野党你就永远在野嘛。如果国民党还想要有一天重返中央执政的话，你要让人家信任你。信任的基础从负责任开始。我每一步都做得比现在的执政党好，你才能够获得中间选民。那国民党在干什么？朱立伦根本在这一题就躲起来了，全部的人都在躲啊。然后被赖以任跟李夏亮挟持，每一个人都要表态。为什么冲着钟小平？因为钟小平你最不配合。我份数我交最多，虽然交的不够多，是不是？但是这3亿元还是我最多嘛？但是你就是被消遣的对象。你就是被消遣的对象。如果你今天反过来想一件事情，今天罢免国民党的罢团发生这些事情，罢免国民党的罢团，这些公民团体出来指责民进党，会怎么样？那一区一定很难罢啦。因为你不团结，你自己内部都在闹分裂、闹笑话给大家看，你怎么获得社会的支持？刚才东豪讲的这些，其实对于各政党来讲，就是现在国民党面临到的一些状况。接下来我们待会儿在节目里面会分析。各位，你觉得国民党现在最惨的状况已经是这样吗？这次整个大罢免走到现在，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好，我们待会儿来聊这。但是，亲王，你在媒体上有讲，当那个表出来，你说那是在检讨败战责任的前兆，意思就是那个出来，大家已经开始要先想好，那谁要负什么责任，反正到最后都不应该是我要负责任。可是对国民党来讲，他现在还要面临的一个是，刚才来宾也有提到的是，你每个地方怎么会都出现这样的况？双吴这边，已经被大家讲成这样，高雄那个已经到了，好了。你说那个领衔人，因为高雄双霸节那个领衔人现在收押嘛，父亲我可以想象他跟李少亮的妈妈的心情大概都是这样，护子心切，他一定希望不要伤到我儿子，但是结果就变成大家活脱又看到另外一个跟霸团之间对，就是个闹剧。然后刚讲到说嘉义其他很多的地方，你都面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是不是应该认真去看待我现在的战略要不要改？我觉得国民党现在面对到战略要不要改这件事情，恐怕已经没有空间了。为什么？因为
刚刚前面创华哥大家都有提到4个字，叫做明天过后。你知道明天过后是一部电影哦，明天过后基本上就是一部末日剧，讲的是明天过后，然后人类遇到冰河期了之后呢，状况更糟糕，所以明天过后更糟糕叫做后天。好，所以那当时中国就把这部电影呢，明天过后就直接翻译成叫后天。好，所以后天对国民党来讲，明天是6月7号，就送件双5的部分送不送得出去呢？这恐怕就是一个灾难。但是后天的带来恐怕对国民党来讲是更灾难。好，那回来讲就是说，前面5哥提到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在算败战的责任？因为你要把名字一个个点出来的时候，你去想一件事情，请问公民团体在罢免国民党立委的时候，有没有把大家的名字啊，把这个民进党议员的名字一个个列出来？你送几份？你送几份？你送几份？没有嘛？因为大家要的是过门槛，甚至是过门槛的130%。大家希望的是绝对可以过关。所以呢，要冲刺的时候，你没有人到6月7号啊，这个我们都说结果出来之前，大家就开始在算账了。算账这种阶段，一定就是要检讨败战责任。可是5哥，我没有把话讲更完整是什么呢？这个为什么要检讨败战责任？检讨败战责任是检讨给蓝营的支持者看，意思就是这都是国民党党中央的错，这都是国民党这些议员他们不够努力的结果。所以呢，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离开国民党的话，这个请你们跟着我走。这才是最可怕的状况。你不要小看哦，赖以亮过去这1个礼拜所上的节目里面，下面的留言那个大部分都不是民进党支持者，但那个留言很多都是跟着赖以亮在骂国民党的党中央，跟赖以任在骂国民党的党中央，然后再骂这些议员不够努力的。所以你光是看那些留言哦，这大量这种留言的结果，你就知道说国民党有很多的支持者呢，看起来是同情这个赖以任，同情李孝亮，然后认为说，对国民党党中央真的有问题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在这里面算败战责任的时候，其实后面是深刻的是国民党会不会就有些票源就分散到其他地方去了，甚至分散到民众党去了，那就变成我们观察的重点。这是第一个要讲的。第二个，我们给大家看你去看一件事情，这个高等行政法院我们说这个赖以任去提出来的这个假处分，说实话，刚刚前面东豪哥讲说是打假球，这为什么是打假球？因为你看这其实3个结果大家看这3个整个高等行政法院做出来这个结果，因为他是赖以任说这个你为什么只有领衔人他可以送件，这个我召集人也可以送件啊。行政法院做个3个这个结论我们比较白话，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参考他其实讲就3件事情。第一个，你找谁啦？就是你找错的是相对人，法院在告诉你说你的相对人是台北市选委会，不是找中选会嘛，这是第一件事情嘛。第二个，法院在告诉你没有召集人这3个字只有领衔人这3个字，所以呢，你用召集人，然后说你是召集人，你要来要求要做这个假处分，他就告诉你法律上没有这个身份然后第3个，他就说那2阶根本就没有送件，你到底要假处分什么事情嘛？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高等行政法院这个我们说他处分的这个判决出来的时候呢，你知道很有趣的事情赖以任有发脸书赖以任发脸书在讲什么事情？我跟你讲，赖以任发脸书很有趣第一个，他说要尊重高等行政法院。那5个什么叫尊重高等行政法院？意思你看起来就没有要抗告了嘛？因为高等行政法院有特别说。他说你其实还是可以抗告的但是他说尊重高等行政法院。第一个，这个表示赖以任他没有要抗告，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赖以任后面呢在骂谁呢？他是拐着弯要骂中选会，但他就是说中选会好伟大，中选会最中立，中选会最超然独立，李进勇很棒。他就后面讲这个话，那我问你，后面讲这个话，坦白说意义不大，但他在干嘛？他做的事情跟黄国昌很像，就是有事骂赖清德，那有事骂中选会，所以他做的是一个政治声量上的操作，就骂赖清德，骂中选会。所以你可以看到，对赖以任来讲，走到这个阶段呢，送件出去，他也预期到，就是说他现在件送出去，因为没有领衔人嘛，所以没有人会收嘛，没有人会收，到最后结果这些相关的联署你也是要销毁，销毁完4个字形容叫毁尸灭迹，毁尸灭迹完之后无从查证，所以他就宣称我已经胜利了，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精神胜利法。但是对他来讲，声量上有没有帮助？有，你看我们讨论多久时间？光是在声量跟新闻上，大家讲说这个看起来这个进入算账阶段，把这些议员的名字点出来，好像意义不大。我告诉各位，意义很大，因为点出来它是有梗的。第一个，他把国民党议员名字塞进去了，表示这些议员不够努力。第二个，他还特别把热血草这个故事把它塞进去，有热血草这个故事，媒体就多了讨论的延续性跟新闻性了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赖以任这一番的操作里面，都是为他个人声量去做考量。而且最有趣是赖以任回答大家说他不会退出国民党，他对国民党的这是个感情，还说他已经缴了3年的党费。小平在这边，国民党3年党费是多少钱？900块呢，1000块有找呢。我们都缴那个1万终身党。他3年党费1000块有找，这个要怎么证明说他跟国民党之间他一定不会有离开国民党状况？所以他用3年的党费这件事情，
坦白说啊，没有实质意义，但是有讨论被大家拿来的乐趣跟话题性啊。所以呢，你再看赖以任这个跟李孝亮的状况，我发现这共同点很有趣哦。请问这个赖以任在称呼自己党内这些相关的议员同志的时候，话有讲的很可爱或是很温和吗？没有呢。但他怎么称呼黄国昌的？他说国昌哥动员全党来帮忙联署，国昌哥他都没有听到他现在很温柔的叫这个小平哥啊，立伦哥啊，立伦哥。我是觉得国民党党内他也不会叫立伦哥啦。李孝亮年纪可以叫小平叔了。所以你看，他是叫国昌哥动员全党来帮忙联署呢，然后是在广播上直接称赞呢，他是肯定民众党的党主席，但不是肯定国民党的党主席哦。然后你看李孝亮在上馆长的直播的时候呢，哇，羡慕。白银就羡慕民众党很团结，然后馆长还帮他去骂国民党的高层说你们人在哪里？你看这一连串的过程，我插一句啊，没有对国民党没有一句好话，对民进党对那个民众党没有一句坏话，来不及了，那一辆当选了。小平，我再给你看啊，他不是对国民党没有一句好话而已哦。你看这个话是好话还是坏话啊？你来看赖以任哦，过去这1个礼拜哦，你知道当这个疑似国民党党中央你说放出来的5月29号那一篇文的时候呢，看起来在骂这个赖以任嘛，讲说他彪骂国民党这些人嘛，对不对？你知道从5月29号之后一路到今天，赖以任这些对国民党的指教，你看是好话还是坏话啊？小平可以判断一下。第一个，他上面这个讲说熟悉的国民党面对5月29号那一篇文章出来的时候，他说这是熟悉的国民党，然后再来。他讲说，国民党党中央只派几位志工来帮忙8天呐，中间还一度闹失联呐。然后朱立伦面对他的批判的时候，还要回应说，遇到困境的不是只有台北市而已。把那个50万还给党中央人家帮你找了钱了，人家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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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还了。然后你看，你看党中央里面分2支，20、30给他，对。然后他退回去又骂党中央没有给资源，好奇怪。他为什么要退呢？为什么要退呢？因为罢免这些，说实话，影印就不少钱了。对你影印联署需要钱。这个故事是这样，我听到的故事开始是党中央有人给了20，市党部有人援助了20，还有一个大佬也在台北市党部任过职的10，那时候不是就是有人说党中央给了50嘛，他认为其他的钱是募来的，你只给20嘛，所以退回去，后面又给30，他又把它退回去了，故事是听说故事是这样啦，OK， 那小平，你看刚刚小平光刚听到我讲的第2个部分就已经快受不了了，对啊，上面呢这个赖以任说。国民党从这个黄旅被收押之后，就有段时间跟他没有联络了。然后呢，他自己发的脸书呢，还在骂这个反批国民党那篇文章的时候说，有没有主任被我彪骂的事情，他要去翻监视器。那我问你，这些是不是都对国民党挑战的动作？这不会是好话吧？这也不是正面的话吧？也不是肯定吧？所以赖以任在过去这1个礼拜讲的话，坦白说，看起来针对国民党党中的指教是很多了。那我现在做个简单的结论。结论就是国民党党中央从2月到现在6月了，整个过程一开始，朱立伦是信心满满的要以霸制霸，但是从一开始的决策方向就歪掉了。为什么？他没有要找像小平这样的议员来处理嘛？那他在台南市也没有找有力的议员来做处理嘛？他的方式看起来放这个各地的党部自己去找人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他们就用最原始的老方法就开始抄了嘛。所以一开始2月的决定的时候方向都歪掉。为什么讲2月？各位，你去看台南的那一份起诉书就是跟俊宪和王定宇有关的起诉书那个部分看到是国民党什么时候要发动的？1月20几号就要发动了，然后要求2月2号的时候就要交件，所以等于你2月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布局，可以去做相关的这个规划。所以你2月的时候如果就叫钟小平下去联署的话，我请问一下，2月到现在6月4个月的时间，有可能到现在2届都没有办法交件吗？我请问一下，2月到现在6月4个月的时间，有可能到现在2届都没有办法交件吗？不会嘛。所以在一开始朱立伦投在1月、2月的时候做的决策，信心满满的要以霸制霸讲出来，但执行的方向就歪掉了。所以从一开始的决策错误，到后来过程中，你就看到演变成因为相关的论述，你知道到3月、4月的时候，5个我们是讨论很多很奇怪的言论嘛，包括这个说什么这个要
如果他没办法判断每张联署书是死还是活人，他说难道我要去关落音吗？你知道类似这些就用民政系统查询呢？对，到最后歪的就基隆啊。你知道过程中这个东华哥我要讲是说。第二个阶段，你知道第一阶段是决策错误歪掉，第二个阶段过程中荒腔走板状况出来到什么程度？到国民党自己上节目的人在辩护的时候都讲说，我替主席辩护我 OK， 我替选总统人辩护我 OK， 为什么我要替这些连议员的身份都没有的青年军去做歪这种很歪的言论去做辩护？过程中已经发展到这阶段了。可是国民党现在看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去做任何踩刹车的动作，结果到现在6月的时间，到6月时间发生什么事情？就你看到5月到6月的时候。就是赖以任跟李孝亮，现在看起来他们声量是不断在垫高，尤其是赖以任的状况，他就是在声量跟新闻的战场上不断的抛议题出来，所以他会连像什么是背骨仔啦，像这种跟名誉在杠上的这种东西都拿出来这边当做口水拿来闹一闹。可是这闹一闹跟本质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等于说对国民党来讲，第一个你还是要面对明天过后的状况，而明天过后，对不起，赖以任跟李孝亮有可能在新闻上面出现的次数会变少，但对国民党来讲，那是整个大罢免的战场，你要收拾。然后第二个，对于赖以任跟李孝亮这2个年轻人来讲，以后他们要去民众党的空间是不是变得大很多？而且有不少的蓝营支持者现在是同情李孝亮跟赖以任的哦。所以就像刚刚前面义夫哥在说的，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党中央是受伤的，但国民党党中央受伤，这跟他当初的决策责任，他要负起责任。但是国民党很多的议员在过程里面也是跟着受伤的，所以这个破坏力可能远超过当初国民党很多自己人的评估，而当初有很多人跳下去背书，跟着一起喊说这是司法迫害，这是政治迫害。各位你要想一件事情这个赖以任自己都承认4月14号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张克进，他说那个2联署书，他妈妈过世有2张联署状，是4月14号哦。那请问一下，4月14号你都已经看到了，那4月19号你是怎么上去喊所谓的司法迫害、政治迫害？那到4月26号你发起的游行，请问你的正当性不是被赖以任自己的论述给狠狠的打脸，然后甚至剥夺掉他原来正当性的基础？当然不是嘛。赖以任我不认识，我只跟他一次同台。那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一接联署的时候，已经开始被台北市选委检查出有问题。那赖以任那时候怎么讲？他怀疑是青鸟假冒这个联署者到联署站塞假名单呐，到联署站送不是塞假名单，是送件。对啊，就是你怎么可能会讲出这种话出来？他你知道撇责任撇到可以想说我怀疑是青鸟，就从国民党从朱一伦一路下来每一层。没有人在为自己的行为做反省的。这个整个政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台湾第一大的在野党立委席次它是最大的一个政党私自反制也好，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一直不断的甩责任，不断的甩锅，我们的政党政治怎么会好啊？小平，我想第一个就是从小看到大，从最低看到最高，第一个层次他们。就是违法联署啊，然后就是被传啊等等。我这2个青年军就谁托付给他，这是个起点，开始往上烧，扯到司法，甚至扯到我们的南部的这个县市长的候选人，可能都涉及官司，这是第2个层次。第3个层次就是，你今天没有热情，就是不能溃，那你31席怎么救？是吧？还讲个更高的层次。请问你，那民进党开始放话啊，你只要5个里面有掉1个蒋万就跛脚不用连任只要那个台中有调一个这个卢主席呢别选了，你也别选卢总统了。那更难的是真的调，当然会守他嘛。可是我们守他，我们要先从下往上努力嘛，是吧？你直接就一翻两瞪，就把卢的总统，然后蒋的连任，就跟他们挂在一起，何其沉重啊！你们有没有想过？好，再回到主席的选举很重要。对不对？刚讲那个。但区域联防是朱主席讲出来的，是，朱主席已经讲区域联防了。台北蒋万安，台中卢秀燕，这个是朱主席已经分配好的了。那有各种主张啊，主席很重要吧？对，一连串主席重不重要？重要7月公布嘛，9月投票，10月交接嘛。好，那请问我们3接3接是什么时候？是8月7月底或8月2号，大概那个概念。对不起，我们刚公告，还没有选举，好，那赵少康的朱的主张说，我卢来很好，我愿意让，那卢不知道，现在还看不出来。OK， 那赵少康说，这时候就双剑合璧，意思说让卢先接，然后旧的新的一起帮忙，各有各的主张。
这个莫衷一是啊，这个要先定掉，因为这个是发动机，那这个，我想党高层的事情，如果这个没有搞定的话，光一个小小的这个赖以任、李孝亮2个人，就搞成那样，那个是更大，这是手榴弹，那个是核子弹，所以这个一定要先搞定，先拆掉隐性，我认为才是重点，因为啊。本来有一点起势，从5成到5成5，什么呢？就是绿的哈。我简单讲啦，谁到民调40%要罢免的话，就会投出25啦，你就要发动反罢免的啦。然后我们呢，以前我们是大概都基本上是45%，正传媒有做民调，45%要反罢免，但从5成拉到5成5的时候，那被青年军反正这个大家都有责任，那搞一搞又调回5成，他们还是8成，这个不扭转哦。我是难以想象的31席会被罢掉几席，这是很千万不要想，不要是明天过后哦，3届以后还有4届，不要做梦。你3届被罢掉，4届你找人来，也很难选啊，很难选上啊。你在讲，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其实包括罢团，因为罢团昨天也开了记者会，要全面发动31席，然后这个地方他们已经发动3阶，现在有很多耳语已经在讲，那个罢完以后到4阶的时候，那也不见得都会支持民进党啊。那还是有人，国民党还是有机会，但是不是最恶毒的语言？你3届被罢掉，你以为4届你选得上？不要吹牛，那赖士葆就倒霉嘛。那这边宣传，哎呀，赖士葆哦，这个罢掉也没关系，文山有多难呐？啊，李博玉选也不坏，但绿的就放这些鬼话，你知道吗？就先让你先分化。那这样李博玉去跟现在赖士葆去辅选，那尴不尴尬？很尴尬，因为有人在见缝插针，绿的嘛，曹金城这些人都讲这些鬼话嘛，所以简单讲，你不要想到4，你先想到3，好不好？因为以罢制罢看起来没过了嘛，哈，好，然后第3阶段守一个算一个。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你要有整体的方案出来。我觉得，对啊，军人，我刚刚就直接讲，国民党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其实那个整个严重性，包括蒋万安连任跟那个卢秀燕市长是不是能够进驻大会，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讲过好几次了，这些都是所谓的朱立伦口中区域联防，就等于你们县市首长自己要去扛你们下面的这些人呢。刚才前面讲的那些是国民党到现在一路，恐怕每一个都是个大问题啊。那当然，因为蒋市长希望成为蒋总统，对不对？那卢妈妈希望成为卢主席，那你说这个大罢免投票会不会影响到？这当然会，尤其是影响到他目前执政的区域，就台北市有几席掉了，台中市有几席出了问题嘛。目前看起来，这2个地方都是罢免的主要决战区，而且都很可能3阶段都可以罢掉。这个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他们现在国民党现在讨论的已经是要如何来，就是说如何来应付这个大罢免。这个其实台湾以前没有过第一次嘛。对啊，第一次啊，大罢免，第一次有这样的所谓的大罢免，那么多选区同一天来投，那这个绝对会整个互相交互影响嘛。比如说。一个胡寿楼就害死隔壁的尤浩嘛，你看尤浩本来没事了，然后这个胡寿楼造出来的戏这个就是这次大罢免有趣的一个地方，有所有议题会外溢，上周一直在讲那个外溢的效应会非常大。对，那你像这个最近这2位像比如说赖以任议员李孝亮议员，你都已经开始温动算了。这国民党会陷入一个很痛苦的状况。赖以任绝对当选，可是他对党来讲是个头痛分子。你要不要把他赶出去？赶出去，你送民众党1席议员，你要送给他吗？这都会丢呀。看有没有褫夺公权。褫夺公权。而且我越来越发现他越来越聪明那不要低估他。他妹妹好像是律师嘛。是。所以他送去高等行政法院，他难道不知道会被驳回吗？对不对？又是一个新闻。对吧？然后因为没有领衔人，所以接下来就随便他解释，他什么都可以代表张克进讲话，不知道，但是他就是等于张克进的代言人一般，所以到底那个区也不是他负责的张克进那局好像不是嘛，不，他是召集人，对，就非常着急，那召集人让国民党着急，那个这召集人是应该联合的嘛，国民党有封，应该是国民党，因为他没有资格他不是正式的那个法定名称。
他户籍迁过去根本不到4个月，他本来自己想，他可能户籍不够，就这样讲了。对。他自己去找满志刚谈，然后满志刚那时候要罢免吴沛忆嘛，其实李彦秀有找他回国民党中央接副发言人，李彦秀，对，要把他找回去接副发言人哦，然后他跑去找满志刚问吴思瑶要不要罢免，自动请缨去吴思瑶那边去，因为他户籍根本不在那边嘛。但是这是很成功的一个操作啊！他现在是召集人，有人敢质疑他嘛？对不对？他就有个头衔嘛，然后国民党给他50万退回，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大新闻，表示你看他都刻意给低嘛，东让我们差别啊，他很辛辛苦苦的在做这个事情，蓝营的支持者看了也会心疼，所以我觉得赖宜任议员跟李孝亮议员，对，小平那个不要小看他们啊，我还有跟你不同区，没有李孝亮跟他同区啊，哎呦，没有，没有，你们有一个名额了，你们有空一个名额，我是支持小平的啊，因为不要想这个也会当选哦，你说以国民党中央来看的话，是你说李孝亮嘛，是李孝亮比较头痛，还是钟小平比较头痛？这不一定哦，但是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几个年轻人在台北市这样一搞，确实会第一个，他把国民党问题翻出来，这对国民党以后不一定不好对不对？第一个帮你清党嘛，那些死人名册现在可以划掉了，现在所以国民党的党员就比较接近实际的存在数目。所以国民党的党员就比较接近实际的存在数目嘛。第二个，证明我讲的，我一直强调，大罢免如果是政党发起，绝对失败。你一定要公民团体发起。所以第一阶段我们就来看，民进党就一定要看了。你看，那个到底是不是民怨足不足够？那是怎么样的一种公民的一种运动？你看第一阶段整个烧起来，那第二阶段。关键的时候，民进党才能投入了。那现在国民党最大问题是，他不得不作弊啦。一个干公民社会锻炼了，他等你啊，不你别叫你国民党发起有哪些人会帮他？就很困难嘛。我记得那个阿美不是发起罢免王宏威嘛？不是像夜市一般很多人嘛？我记得好像。谢律师，你有看到？就是那个图片，那时候有，就是大家排队啊，什么这些兄弟饭店前面的对啊，那张，那个民进党也没办法了，国民党也没办法了，你就公民自己发起了才有了。因为我有访问过阿美，他志工有500多个，他是有发证，对，来辨别嘛。你政党可以吗？一区哦，不是整个台北市哦，他光针对王宏威就500多个志工所以上这也搞，民进党也没办法，政党都没办法，就公民自发的力量才有。那国民党跟这些早就断了啦。你现在年轻人有谁会加入国民党？不是民进党就是民众党。那你现在在大美的时候，国民党有谁可以成为指标人物 model 啊？所以去拜托黄国昌。拜托黄国昌温系也了，因为看到黄国昌的话，仇恨值就升高。大罢免绝对不可以有这种仇恨值高的。你其实要站台，不能找黄国昌这种。你要找一挂卡，就是比较靠公民，有一些文艺人士也好啊，你不可以找黄国昌这种，因为你看就知道他没有什么战略战术。第一个，你看到黄国昌可能蓝营的人或者蓝白的人多3票出来投，可是支持罢免可能跑10个出来啊。这想了，我统计过，最近年来就有7次罢免，出来保护被罢免人的票。我输了5次了，很困难啊！你要动员你支持者来给你倒，做困难的啦。5次都输了，只有2次赢了啊，一次就是基隆嘛，然后一次就是黄姐，黄姐那时候刚当立委，那基隆我不是说过吗？那个市长有没有？他已经每天在车站，有没有在路边像这边到处游走，很低调啊，你看这就降低仇恨值。那国民党如果现在在去求助于民众党，第一个这绝对是个高度危险。那也可以看出啦，国民党目前所谓的针对
反罢免，他还是没有找到一个他该怎么做。可是现在看起来，创夏，刚刚讲这次整个大罢免对国民党来讲是大失血的一块，对，而这失血要怎么样补得回来？除了补以外，刚才一直讲说小平也跟国民党应该要去想尽办法把那个热情找回来。俊宪讲说，你们现在根本找不出民众的热情，可是你相对罢团，你不要讲说什么阿美那一区就是要罢王宏威委员那一区，志工500多人，500多个，你是这是会吓到人的一些数字。你想想看，如果是志工，他一定卯足了劲儿要去跟你要去罢啦，或所有这些。可是相对来讲，刚讲到那个外溢，不要讲说一个福寿螺或者什么，那就算好了，就算有时候这些面临被罢的委员自己不讲什么，像最近常常是对那谁袁之常讲说，为什么他现在到什么地方，他旁边的人讲的话，然后他也要吞。譬如说他去人家专访，人家专访他，然后不管好那时候讲了什么低端人口，然后或者说那些，那有一些名嘴讲出来，像这几天对，又有名嘴讲说什么大安有没有民党的议员去超联署什么，又扯出一堆满城风雨。所有这些跟刚才俊宪委员讲要把仇恨值降低，真的做得到了吗？这是有非常严肃的学术上的问题。我最尊敬的一个生物学家叫做汤马斯·赫胥黎，我喜欢用他2句话。第一句话是：别看草原上的狒狒雄壮威武，爬到树上红屁股就出来了。所以国民党看起来地方组织绵密，国民党怎么样，讲了半天，所以18之罢大家都觉得应该有办法嘛。结果就是告诉你说，真的是狒狒的红屁股，被成笑话。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赫胥黎还讲了一段话：盖伦赛地大草原上，突然你看到了秃鹰、土狼、猎狗纷纷奔出的时候，那就是因为已经有死亡的味道。大型的动物，那什么叫大型的动物？国民党死了嘛？国民党就是现在大家就开始吃腐肉，所以现在一个小小的赖以任，为了他现在不管怎样。他现在已经在国民党这个腐肉的基础上，他壮大了。然后很多人呢，反正吃你国民党豆腐没有差，但是有流量。你国民党就是腐肉，你也不可能反击。一只狮子躺在那边，已经就在那边喘气了，不可能反击。我就吃你嘛，我吃你又怎么样？你说简书培他们说要告，要发出声明又怎么样？我的流量起来了，我照样可以占到声量啊。这个时候是国民党被人家大快朵颐。所以国民党怎么办？然后再过来呢？刚刚讲的是，现在国民党还在讲说，不能让民进党一党独大了，然后会影响到蒋万安呐，会影响到卢秀燕啊，焦虑动员是当年爱新觉罗帮马英九打江山的时候很重要一种。那至少是我认为你有希望，那现在国民党呢，我认为你是笑话，那不会有焦虑动员，所以现在还在讲说国民党要大团圆。大团结，然后要让那个基层愿意出来，大家都看你。现在国民党已经变笑话，笑话是什么程度？先前的时候，你说那个不赞成大罢免，有人是觉得政治制度上不该如此，有人真的是觉得说不符比例原则。可是一个赖以任今天把你们那种联署书，天天变成笑话了，现在已经是笑话了。当你是笑话的时候，连这个同情感都没有了。所以国民党现在完完全全是束手无策，因为他就是赫胥黎讲的。秃鹰、土狼、猎狗都出来了，因为腐朽的味道就在那边。那国民党到现在为止，其实他的东西会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大罢免一开始2月的时候搞成这样子，开始被收了，没有反应，一直到了黄旅锦如了，没有反应，到了2阶段联署没有反应，到了赖以任出来没有反应，一个赖以任就可以把国民党搞死，毛泽东都恨死了。100万解放军打不倒国民党，一个赖以任就把国民党消灭了，所以毛泽东一定很后悔。这李任呐，应该多少生早生80年，蒋介石就不见了。不过现在这边，对你们来说，刚才讲的那些，你光听到人家讲志工有500，对你们来说，还是回到刚刚讲那些，国民党对创下讲的重啦，国民党挂了，你们真的做事这样的事发生吗？志工500个有2个特性，选举都不要相信男人那张嘴，女生选举真的，女生的朋友很多，女人答应你就会做，她很多婆婆妈的，她有组织，像阿美他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组织，然后女生答应你，她就会做到底，
所以你看他们的志工比是8:2跟9:1，而且也很年轻，这个是占很大的优势。这个组织起来，当然很多的配合的因素啦，他们也电台之前也受训啊，曹清诚他们这些人头也比较青绿啊。总之，他们只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一定要把国民党消灭，消灭就这么简单。那用什么消灭你？用反共，反共就连到了一些连什么将军也出来啊什么哈，所以他们结构好，志工多，女性，然后这个年轻，然后反共，那这个出来以后啊，力量很大。可是我们党中央没有惊觉这个危机感，没有一一去破解，就让他势头整个都大起来。等一下，刚才俊宪委员直接说，现在国民党一点年轻人的票都没有了。他说年轻人要不就选民进党，要不就选民众党。国民党真的是到这样了吗？因为国民党的年轻人不投年轻人不投国民党很简单，因为年轻人国民党出不了头。我们贵族跟平民的年轻人出头的比例是反成反比，就是到金字塔，金字塔一定是正，金字塔才稳嘛。所以人才的取样管道，多少人是很优秀的年轻人，而一辈子台北市议员、新北市议员而不可得。我们这种都以前赵康拉，我们都算幸运的，平常来讲。可是很多人是很比我们优秀，可是却很不幸的。所以取材到最后，我们只剩现在这些年轻人在霸团，这样的年轻人。你知道大的方向，因为某一个人钦点，然后某一个人怎么样，或他爸爸是很厉害，像赖宜任家世也非常好啊。其实都是算优势的那种人口在党里面，所以他们就出来了等等。2个家世都非常好，像那个李孝亮他们做早期的最贵的那种最高档的欧盟那个橄榄油进口，其实家境非常好。这2个好，那赖宜任更别讲。好，再拉回来，我们取材管道之窄，然后私心之重，所以造成就刚刚委员讲的，为什么这么年轻人已经少了，而且我们这个右派政党，我问你，日本年轻人会投自民党也不容易，都喜欢左派政党，那自由派政党这是正常。因为年轻人反骨嘛，你觉得你是很旧的政党，好，然后所以年轻人哦，就是会跑到2股去了，支持台独的就到民进党，然后反台独的就到白啊，特别是柯文哲对2岸一家亲之后就分流，那我们就空了以后取材更难，还有私心。然后那还无力阻止，那就坏到底了嘛。你可不可以讲一点正面的？好，你这样讲下去，国民党怎么再吸引年轻人呢？讲正面，有更多的秃鹰又要出来了。正面回到叶元之，政治 ABC 的训练很重要。其实叶元之一言兴邦，一言上邦，他一言没上邦，他没讲话。朱凯讲那个南部高端人口，哇，那个是伤大了。那天，然后我们这个活化石那天也很可恶，什么嘉义人在新北市多少人啊？板桥多少人？什么彰化同乡会、云林同乡，你有没有讲过这个话？有啊，事实啊，我有说错什么？对，你看他也说对嘛？那板桥是不是有一个结构也很多这样？有很多，包括嘉义同乡会，包括云林同乡会。上公那天我问他的时候是问这几个同乡会的人口大概占了多少？超过110万。所以叶元之，因为他没讲话。没有阻止他，是不是受伤了？对，他如果说赞同南部是低端人口，他就不用选，已经罢掉了，对吧？对。可是今天桌子一拍，凯强你讲错了，地方中央是命运共同体。他说他在放空啊，没听到哦，没放空好。他今天强烈抗议，甚至拍个桌子指责朱凯强。我跟你讲，罢免少5000票，我跟你讲，想罢他的。因为这就是基本概念嘛，因为人人生而平等，有人分南北地域，就是对那个党的重伤嘛，不是吗？那你浊水溪南不要了，这是以正视听哎。如果是我是叶元之，我就这样讲，这是个基本的 ABC 的训练嘛，不要胡闹了。今天南部人就是低端，北部人就高端。这个犯了大省级啊，这种南北的地域啊、阶级犯了天大的忌讳，好不好？这个是犯的，而且台北都没有反应，台北市都没有中南部的人，一定有，何况还有移民嘛？何况嘛，这个叫政治 ABC， 你知道，就意识形态，碰不得的意识形态。你刚刚既然讲到这个，你那天讲完就是包括几个同乡会啦这些，因为那些同乡会我们大家也有一些很熟的朋友，然后后来媒体上我不知道你自己有听说到说，因为平常讲。如果你是南部的一些朋友，你听到那些大概也会不舒服。那虽然叶元之只是坐在旁边，所以南部有同乡会要直接号召上来啊，要罢免。没有，就是在那个新北的同乡会啊，在号召啊，那个对话截图我有给东豪看过，有，那个够大。
那个真的在同乡会里面是很职务是很主要的领导人。那不信他也住板东啊。真的在同乡会里面是很职务是很主要的领导人。那不信他也住板东啊。他也住叶元之的选区啊。住板东，他就是要号召千人啊。这个是有白纸黑字的啊。然后叶元之最奇怪的是他无意不语。什么样的争议性的场合？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叶元之挡都挡不住。没有，叶元之已经很倒霉了啦。不是他那天有讲说侯友宜那件事，他讲说他也问侯友宜，侯友宜说他没有讲那段话啊，什么糟糕大姨啊，什么类似这些。然后他讲说那天还只不过是他是今天礼拜五嘛，礼拜三，他在节目里面讲，他说就是早了1-2分钟，他说因为他还有行程要赶，而且他说已经结束了，所以他才走的。他那天坐在小平周围讲没有，再补充一下吧。我觉得一件事啊，他又说他先走了怎么样？他没有讲他去哪里嘛，对不对？好，我们也不知道，但知道就不要讲出来。但是我确定江宜臻那个议员帮他解释说，立法院赶回立法院咨询啊，对啊，千万不要做这个解释，好不好？你不要告诉我你去查了什么，我真的去查，他查了。因为那一天是礼拜一，你去 YouTube 可以查到他的，对 ，YT 上面有，YT 上面可以找到他。那一天礼拜一嘛，是委员会嘛，然后那一天所有委员会大部分都排考察，只有3个委员会开会，一个委员会叫内政委员会，一个是司法委员会、司法法制，一个是叶元之的本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如果各位有兴趣去看一下，他是10.0000几分离开那个会场的，就教育委员会会场嘛。从此有他在会刊的时候还没结束，教育委员会就结束了。他怎么可能回教育委员会？司法法制委员会在某一个什么什么的 YT 上，他就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当天的影带我全部去看过了。登记发言执行了也没有叶元之啊，结束也没有叶元之啊。内政委员会在审法案啊，他是审地方制度法，叶元之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啊。所以江宜臻，你千万不要帮叶元之多解释，你越解释越麻烦，因为立法院是开会是有影像的，影像的。教育委员会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旁边还有跑时间了哈，对不对？叶元之什么时候站起来走出去离开，那都有时间记录的，所以千万不要乱解释。叶元之自己去哪里，应该去问叶元之是不是也跑到了通告民权大桥下面，我不知道是不是跑到了民权大桥下面去了啊？那台北市民权大桥，不是，问题是。你既然说早走2-3分钟，你为什么不等它结束呢？为什么不等它结束呢？所以你就说人在倒霉的时候，那真的没有办法。人在倒霉的时候，你就被抓到，你就是早走嘛。好，那除了你说这个，因为大家会盘点几席啊，当然媒体上面都会有比较危险的几席，国民党也有评估，包括霸团是不是也有评估，这些都好。重中之重那一席一定是花莲嘛？是。林右昌，民进党秘书长，然后到花莲今天，然后还就一定要去庙里，那个庙就一定要去。媒体上说，那个傅家是不是有在那个地方点光明灯几个柱子那？所以他肯定是刻意要到那个就去凸显这些事。就是民进党，你不得不说，对了，人家打仗就是这个样嘛，人家就有他们的步骤，所以他就是尽了全力，就是要看中花莲这一席，一定要罢掉傅昆萁。而且人家是一盏光明灯对你6个柱子的光明灯，4两就破你千金了。他去那边点一盏光明灯，一盏，他不用点6个柱子的光明灯。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为什么去点一盏光明灯可以变新闻？傅昆萁很用力当你用力到这种程度，
那个所有的致辞都要10几20分钟的，他就知道你紧张嘛，所以这时候杠杆很好操作啊。但是这个杠杆如果没有傅昆萁一直犯错，这个杠杆起得来吗？换成任何一个人你想想看哦，如果1年之前你想要在花莲用杠杆去撬动傅昆萁，然后你的动作力小，怎么可能嘛？1年改变所有的一切啊！不是林右昌厉害啊，是傅昆萁厉害啊。是朱立伦厉害，用了他。这双朱让他回国民党。对，朱傅合璧，对不对？上有朱立伦，下有傅昆萁，珠联璧合就对了。对，朱联璧合，好吃，创造了31-0的奇迹。这是信任投票，这是对国民党的信任投票。然后这杠杆的支点当然是要傅昆萁。林右昌去点了，不是林右昌有多厉害，是花莲的名气起来。我最喜欢讲的就是重庆市场，因为重庆市场是当时傅昆萁的政绩，而且是好的政绩。傅昆萁干了一堆狗屁倒灶的事情，但是重庆市场改建是他当县长的时候弄起来的。然后他那时候2019年找了韩国瑜去的时候，他帮韩国瑜嘛，那两个是当年2019年的时候，这两个人算是哥们嘛。现在是不是哥们就再说了哈。当年2019年的时候，这两个人算是哥们嘛。现在是不是哥们就再说了哈？不是韩国瑜不是有讲一句话吗？小富不小。小富好大，小富好，小富好大，但是小富现在羞于见人对，那两句话是不同场合，不是同一个场合，好吧？羞于见人是最近的，小富好大是之前一段时间的。可是那个时候在扫那个重庆市场的时候啊，扫了2个半小时没有结束。韩国瑜当年有人气，傅昆萁也有实力，可是搞到今天，不是民进党厉害，是国民党现在在反傅昆萁，而且这个反的力量够大，你就看到傅昆萁那么紧张，然后傅昆萁有没有帮大罢免加分？加太多分了，你怎么去想象？我这个害一下小平。从修容组那个故事一路下来，修容组已经翻页，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因为你太重要了，好不好？你想想看，这大半年，傅昆萁的故事我们讲了多少？大家干嘛拼命找傅昆萁的故事？傅昆萁自己也很厉害啊，可以搞出耶巴。他本来刚开始跨年联署辛苦是傅昆萁一路帮自己加柴火啊。所以讲，你在看那个一盏光明灯对6根柱子的光明灯，那个不是林右昌多厉害，是傅昆萁厉害，而且傅昆萁还可以把他的影响力带到其他30个区域立委选区啊。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了，刚刚讲说，那包括在讲话用字遣词，包括很多事情做与不做之间，恐怕都要费思量，要仔细评估一下那个正负跟得失之间到底会怎么样。亲王，尤其在这个时候，来，亲王，来2分钟左右告诉我，所有的事情做起来公平就好，不要让不管民众或是有一些团体看起来觉得不公平。譬如说，因为接下来大家都要挂看板，对，被罢的人一定要挂看板，对。罢团看起来，因为媒体报道，民进党也要所有的民意代表去支援，包括看板啦，所有这些。但是看板挂与不挂，挂与不挂，拆与不拆之间，那个美感很多。对，这个为什么呢？我这样讲，罢免跟反罢免两边这个投票的动力都很重要。但是在罢团这边呢，你如果让他们看到很多不公平的状况，你会吹出来这些罢免的动力。那吹罢免动力，今天呢，这个罢团出来开记者会，而且我跟你讲很厉害哦。这个罢团是在讲什么呢？这是在删除危害等于是说中山这个要罢免王宏威这一区的罢团呢，他们这个看板呢，等于说要被拆掉。那他要被拆掉的时候，他们在抗议一件事情嘛，就是说你这个为什么他们的这个看板要拆掉，然后用一个什么区分所有权人没有这个区分所有权人会议，然后要拆掉他的看板。所以他今天这个记者会呢，等于说而且这个看板有个很有趣的地方他刚好在王宏威服务处的附近下面这边这个是王宏威的服务处然后这个看板在这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王宏威看着比较不顺眼，但是呢，王宏威等于说一方面呢，这个
可能有人去检举，那一方面王宏威也告这个挂看板的这个单位呢，告说这个妨碍名誉诽谤。那在告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霸团就出来讲说，他是问你说你去跟王沪宁见面的时候，你们密谈了什么？他打一个问号。那这为什么会构成诽谤，构成那个妨碍名誉？霸团在质疑这个。可是武哥我要讲的是说，你知道这个本来以为是删除危害的霸团，结果发现是双北加桃园的霸团一起在这下面开记者会。不是只有单纯一个罢免王宏威而已哦，所以等于说台北这5区，等于包括罗志强在内，包括赖士葆在内，这一些区域的霸团一起来开记者会，所以你就知道有多夸张。那为什么说相对性的公平很重要？是因为霸团同时也在质疑哦，因为今天这个罢免这个李彦秀那一区的霸团也来了。那他们也在质疑什么呢？说你们现在国民党这些被罢免的这些立委呢，看板挂的到处都是哦，比如说像廖先强挂的这个上百面，但是对霸团来讲，要挂一面都很困难，挂一面上去又被检举要下架，所以霸团觉得不公平。然后他们在质疑说，这个李彦秀挂一个这么大的这个看板，他说这个看板，奇怪了，上面明明有看板，这个后面有公告说这是国有财产署北区分署有公告，这个叫国有地，那他就要问一件事嘛，那国有地为什么你可以挂一个这么大的看板上去？所以霸团在质疑说，你如果这个挂这个看板上去，如果有同意的话，那就是特权；如果没有同意的话，那就是窃占。那时候你要挑一个去承认你是哪一个。所以对霸团来讲，他们就看到这个很明显的过程中，在挂看板的一个很不公平的状况，所以他就质疑说，为什么你会这样？然后武哥，你看哦，这边就是我讲的，你等于在替罢免这边在添柴火，你在替想要罢免的民众在催他出来，在7月26号出来投票的动力嘛。可是你知道，对另外一边来讲，这个国民党立委现在要催出这个反对罢免的投票，我跟你讲，在7月26号为什么难度很高？因为很多人都忽略一个因素。你知道我对于7月26号有一个很有趣的因素是什么呢？是台湾飞日本的机票变便宜很多。霸团同时也在质疑哦，因为今天这个罢免这个李彦秀那一区的霸团也来了，那他们也在质疑什么呢？说你们现在国民党这些被罢免的这些立委呢，看板挂的到处都是哦，比如说像廖先强挂的这个上百面，但是对霸团来讲，要挂一面都很困难，挂一面上去又被检举要下架，所以霸团觉得不公平，然后他们在质疑说，这个李彦秀挂一个这么大的这个看板。他说这个看板，奇怪了，上面明明有看板，这个后面有公告说这是国有财产署北区分署有公告，这个叫国有地，那他就要问一件事嘛，那国有地为什么你可以挂一个这么大的看板上去？所以霸团在质疑说，你如果这个挂这个看板上去，如果有同意的话，那就是特权；如果没有同意的话，那就是窃占。那时候你要挑一个去承认你是哪一个。所以对霸团来讲，他们就看到这个很明显的过程中，在挂看板的一个很不公平的状况，所以他就质疑说，为什么你会这样？然后武哥，你看哦，这边就是我讲的，你等于在替罢免这边在添柴火，你在替想要罢免的民众在催他出来，在7月26号出来投票的动力嘛。可是你知道，对另外一边来讲，这个国民党立委现在要催出这个反对罢免的投票，我跟你讲，在7月26号为什么难度很高？因为很多人都忽略一个因素。你知道我对于7月26号有一个很有趣的因素是什么呢？是台湾飞日本的机票变便宜很多。为什么变便宜很多？因为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去年到今年，尤其今年开通了好几条所谓的第5航权就那种廉价航空，东南亚廉价航空，然后飞到台湾，再飞到日本，包括福冈，然后大阪都有这样的航线。武哥，你知道在7月一般来说都是票价最贵的时候，7月呢就是要把暑假嘛，就家长带小朋友出去啊，所以通常7月机票最贵。来，我们给大家看7月你知道现在我光是现在可以查到7月机票价格，这些廉价航空机票价已经可以低到你看6000多块、7000多块，飞大阪跟飞冲绳可以便宜到6000多块、7000多块，所以你等于说对民众来讲，我7月26号投票，我到底是要飞到日本去玩一玩，还是我选择在罢免那一天我要出来帮国民党立委投下反对罢免这张票？在过程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这一些相关的事件帮罢免方增加许多的柴火，一直在催这些投票的动力。可是与此同时呢，在国民党这边对他们来讲不利的动员因素，恐怕这个难度呢，我光是看到这机票价格，我就觉得难度非常的高。OK， 来，小平是来，你最后对于整个像面临到，尤其明天过后，明天一翻两瞪眼，然后接下来呢，国民党怎么样整军精武，在面对真正大罢免第3阶段来？我叫2个很重要的立委，一个叫罗志强，一个叫徐巧芯。罗志强讲徐巧芯被罢了，他是国民党损失，他讲的是没有错的。所以保卫徐巧芯是第一重要，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徐巧芯其实也看门道我们观察了30年的所有的选举的民调，只有这次最难做。罢免民调挂电话比例，以前大概2通有一通会讲到完，现在10通有8通讲不完，就是讲到罢免而且1秒不停就挂掉。所以这个民调，我不是阿 Q 精神。
这个民调说不定这是一个神机，因为尤其国民党觉得也不看电视啊，然后这个也不想出门，觉得都是负面的，那电话也不想接，更别讲民调等等，所以是不是做个民调，那叫焦点团体？就是你做了民调以后，把回答的人一个人给3000块，然后10几个各个男女职业别年龄，然后那个焦点团体就是有就是那个主持人访问他。从里面，因为这个民调必须从这样子的焦点团体多花一些钱，才能测出这一次的真伪。这一次很难做，所以我们希望从这个开始，这个好的开始。你看李彦秀哈，我觉得国尔第这个当然也没那么严重。本来3个女生是一样危险的，李彦秀是不是从了美国房子以后就比较消沉了？所以我在你节目讲过，时间是消灭仇恨的最大的良方嘛。李彦秀就没那么危险了。所以我觉得。不要在风口浪尖去让罢免团体逮到机会，我觉得过1秒不出事就是安全1分，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OK， 来君宪伟，第一个这次的一个特色，除了是公民团体发起以外，都是年轻人。台湾投票最怕年轻人，变成你返乡投票，第一个，然后还有踊跃投票，就是一种，有跟上现在的风潮脉动，你。知道有跟随着社会的脚步在前进，那投票率就高。过去几次总统大选都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国民党如果失去年轻人这一块，现在国民党的年轻人像小平讲的，如果没有什么贵族血脉，在国民党内很难。在经济权跟参政权多给机会，那情况会大幅改善。对，那你现在这些公民团体所发起的，第一个年轻人大投票，那国民党当然危险。那刚小明讲的也对啊，那我个别候选人，我降低我的成本。对啊，问题是这是第一次的大全国性的大罢免，甚至可能后山的慧根节市都会烧到李宪秀，烧到南港来。他这个就牵动嘛。那你越碰他，你越跟他强硬，你这个反弹力绝对更大，因为仇恨的动力高，所以你去拆他的看板，这变成一个大陷阱。就是仇恨的累积那是不是王宏威检举王宏威自己承担？不是，他会烧到出名给啊，所以这是一个有趣好玩的地方。对，我是觉得这个从目前看起来的整个趋势会越来越乐观了比如说，一个最理性的投票，像听说那个地下民调的那个盘越来越是赌盘哦，地下民调现在有赌盘了，嘉义的地下民调好像越来越看好。这个是个事实，有吗？往上升。我听王仲夏讲的。OK。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对，明天那看起来是蛮重要的一个日子，一翻两瞪眼。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其实不管怎么说啦，就算是31-2吧，那个比例也是悬殊。更何况到了明天过后，如果照目前来宾所判断的话，那可能还是要挂蛋往下走。但即便是挂蛋，明天过后，国民党该怎么样面对大罢免？那对民党来讲，那怎么跟霸团合作？所有的合纵连横到底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顺便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